这绝对是10月份最幸福的男主。到本期视频为止，人家已经交到了5个风格各异的漂亮女朋友，真是旱的旱死，涝的涝死。现在炼太郎和4个女朋友美美的进行泳池约会了，丰满高挺的知乃，柔软半露的雨香里，还有虽然穿的是拘谨内衣内敛的学生泳衣，但反而让人欲罢不能的小静。炼太郎当场升天。这时他们才发现少了个人，唐英裹得严严实实走过来，说自己有点冷，让他们4个先去玩。本来担心唐英身体不舒服，想留下来陪他的炼太郎，看到还能那么活泼的跟知乃动手，就还是跟大家一起了。小静不会游泳，因为身体太过幼小，只能被游泳圈带着到处飘。雨香里这个心机绿茶率先发起了进攻，假装被水流冲到往炼太郎身上倒去，故意用自己柔软的欧派蹭炼太郎的手臂。炼太郎明知道雨香里是故意的，却无法抗拒。知乃发现后，立刻抓住炼太郎的另一只手，直接往自己紧实的大欧派上摸。雨香里不甘示弱，炼太郎一手一个，感受着截然不同的触感。雨香里和知乃还是那争谁的更好摸，这种问题自然由炼太郎来决定。结果两人回头一看，炼太郎已经因为失血过多而亡了。知乃试探了一下，发现只剩微弱的脉搏，既然如此，就只能给他做人工呼吸了。将人在岸上以后，雨香里抢得先机，刚触摸到炼太郎的嘴唇就失去了思考能力，被知乃一巴掌呼到一边。而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呢？再这样下去，你们男朋友就真的要死了呀！雨香里告诉自己，这次一定要好好做。可事实证明，炼太郎的嘴唇太有诱惑力了，两人无论如何都没法做人工呼吸。既然如此，只能找其他人了。当然，他们不约而同的决定找男性工作人员，说着一起跑了出去。没想到半路遇到一群小混混搭讪，拦着他们不让走。其中一个看到雨香里奔跑时跃动的大白兔，实在是太想感受一下触感了。然而就在他即将触碰了的时候，知乃一把抓住他的手腕，这小子竟然把目标转移到了毫不逊色的知乃，自然是被我们高冷的女神当场戳下双目。另外两人立刻过来给好兄弟找场子。与此同时，小静也被水流冲到了不认识的地方，而且游泳圈还被撞破了，又不会说话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。炼太郎则在鬼门关前徘徊，除了唐以外的所有人都陷入了大危机。毕竟还是炼太郎的情况最紧急，知乃竟然主动留下来，让雨香里先找男性工作人员，这样才是最有效率的。因为他觉得雨香里和炼太郎交往的时间更长，如果他出事了，炼太郎肯定会更伤心，这说明他根本就不了解自己的男朋友。对面的小混混还在步步紧逼，雨香里直接告诉他们，自己和知乃谁都不会留下来的。这句话激怒了其中一个，当场就要过来来硬的。没想到千钧一发之际，炼太郎竟然冲上来挡在前面，质问对方：“你在对我的女朋友做什么？”得知他们想默契的女朋友，炼太郎大手一挥：“那我就陪你们玩到满意为止吧。”不过小混混听到他说妹子是他女朋友，也不好意思太过分，让他带女朋友离开，把剩下那个留给他们就行。可2个妹子都是人家女朋友，小混混自然不行，非得让他们接吻给自己看。雨香里和知乃还有这种好事，倒是炼太郎自己不愿意了，因为他不希望女朋友被当成让人观赏的玩物。结果话还没说完，知乃就直接吻了上来，雨香里也紧随其后。挑食美女不成，反而吃了一肚子狗粮是什么体验？反正小混混是再不想看到这3个人了。他们到现在连女孩子的手都没有摸过，这小子竟然有了2个女朋友，殊不知人家其实是4个女朋友，而且前面还有96个在等着呢。最后3人落荒而逃，唐英也吭哧吭哧跑了过来。原来刚刚是他把炼太郎叫醒的。一直在岸上休息的唐英看到知乃和雨香里疑似被色狼骚扰，赶紧跑去找炼太郎，结果发现这小子不省人事的躺在地上，恨铁不成钢的质问他在搞什么。雨香里和知乃有危险呢。没想到话音刚落，炼太郎嗖就睁开了眼睛，这简直是人类医学史上的奇迹。听说女朋友危险的炼太郎直接冲到他们身边，现在危机解除，炼太郎握住知乃的手，含情脉脉地注视他，感谢他救了雨香里。知乃表示那是因为雨香里是他非常重要的人，殊不知在炼太郎的心里和雨香里一样重要。这时唐英注意到小静不见了，炼太郎大惊，该不会是被水流冲走了吧？现在小静不会游泳还不会说话，说不定在哪儿孤立无援呢。炼太郎立刻冲出去找另一个女朋友。此时的小静也的确孤立无援，一直在用手机喊着救命，手机都喊没电了，周围的人也没去在意。突然他听到了一声极具安全感的小静，炼太郎就在他对面，可是小静个子太小，炼太郎没看见，眼看他就要往另一边去了。事到如今，小静只能用自己的声音呼叫，但他觉得自己声音小又离得远，炼太郎肯定听不到的，即便如此还是破釜沉舟，小小的喊了一声。万没想到炼太郎瞬间捕捉到了他的声音，直接像骑士一样走过来，将他公主抱在怀里。小静情不自禁给了骑士一个感激的亲亲。至此大家的危机都解除了。炼太郎借口休息一下，回到岸边和唐英待在一起，问他是不是很在意自己的胸部。知道他是觉得自己不如雨香里和知乃那么大，又不像小静那么可爱。炼太郎便让唐英站起来，然后直接脱下了他的外套。虽然被狂扇耳光300下，炼太郎还是看愣了。明明这套泳衣就很适合唐英呀，说着直接紧紧抱着他，传达自己的心声。而他之后表现也让唐英相信炼太郎是真的觉得自己好看，真的在为自己心动。而这个温暖的怀抱让唐英不再感觉冷，两人也情不自禁接了一个缱绻的吻。唐英跟炼太郎一起回到了水里，大家在水上乐园度过了无比愉快的一天。这天炼太郎被女朋友们拉着一起吃松饼，在路过化学实验室的时候，心有所往里面看了一眼，这一眼就和对视的女生同时感到了过电般的感觉。很明显，第5个真命天女出现了。第2天，炼太郎鼓起勇气敲响了化学实验室的门，可昨天那个红发大姐姐就不见踪影，里面只有一个红发小萝莉。
一看到炼太郎就热情的自我介绍，叫南丽。这个南丽是科学狂人，喜欢研究各种奇奇怪怪的药品，连给炼太郎泡茶用都是烧杯，然后迫不及待拿出一支可以把人变成磁体的药水。好家伙，这可以直接全拿诺贝尔了吧？南丽忽悠一通，让炼太郎把药水喝了下去，结果身体还真变磁铁了。就是这没啥用的药有点副作用，会便秘3天。紧接着，南丽把自己磁极相反的磁体药给喝了下去，两人瞬间紧紧贴在了一起。这个视角看小萝莉真的很容易把人变成禽兽啊！好在这个药效只有10分钟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南丽头上的呆毛突然竖了起来，她想尿尿了。美少女竟然自己的怀里尿裤子。炼太郎一听南丽想尿尿，立刻把她推开。南丽表示不用担心，反正平时她都会垫尿片的。然后笑着笑着长吁了一声，啊，爽！炼太郎差点被这个刚认识的小萝莉打开新世界的大门，感觉自己的叉 P 系统以后都会变得怪怪的。终于10分钟结束，两人分开。南丽开始喋喋不休介绍自己的其他药水，在她面对喜欢东西时那闪闪发光的模样，让炼太郎疯狂心动。炼太郎赶紧提醒自己今天是来找那个大姐姐的，殊不知她变成这样是因为刚刚喝的茶是爱情药。南丽对炼太郎一见钟情，为了自己告白不畏拒绝，先下手为强。没想到炼太郎毫不犹豫吐了出来，南丽难过大哭，她竟然这么不喜欢的吗？但炼太郎只是不希望借爱情药水的力量，而是以最真实的自己去面对她的告白。下一秒，身体突然不受控制的扭曲起来，这是排异反应的表现。南丽赶紧拿出解毒药水，可是现在炼太郎根本没法喝下去。情急之下，他直接嘴对嘴喂药，炼太郎这才平静了下来。爱情药水的效果自然跟着消失。不过现在炼太郎依旧觉得南丽很可爱，这说明他刚刚的心情不是药水导致的，排异反应也是因为他早就爱上了南丽，没办法爱得更深才引起的。两人对视之后，脸瞬间红了起来。南丽当场下跪求炼太郎和自己交往，结果还没等炼太郎回应，头发开始生长，身体逐渐发生变化。等他起身以后，炼太郎一看，这不就是昨天和我对视的真命天女吗？热情小萝莉转瞬间变成了御姐，原来是刚刚喝解毒药水的时候，南丽不小心喝下去一点，所以变回了原来的模样。平时她会因为不老不死药失败品的影响，会保持小萝莉形态，而南丽实际上是3年级的学姐。当然，形态改变并不影响南丽对炼太郎的喜欢。意识到南丽就是自己的真命天女后，炼太郎也当场下跪求交往，两人就这么愉快的在一起了。然后照例介绍给其他女朋友认识，女朋友早已见怪不怪。作为见面礼，南丽还带来了为他们特制的药水，比如唐英的让胸部变大的药，还有什么变成女孩子气的药，完全就按照唐英的缺点做的。唐以为炼太郎说自己的坏话，当场骑在身上开始掰腿，你不要给他奖励呀！南丽赶紧解释，炼太郎说的是唐英体态纤细，身材苗条，还是不坦率的一面很可爱。南丽是总结出这些特点的。意识到自己误会了男朋友，唐英在炼太郎怀里哇哇大哭，难得坦率的表示自己其实真的一点不讨厌他。接着南丽又给了雨香里变性感的药，雨香里瞬间的脑补出了自己前凸后翘的模样，然后就可以顺理成章的和炼太郎做爱做的事情了。毫不犹豫的把药水喝了下去，下一秒身上的衣服竟然开始融化，你就说光溜溜的性不性感吧？最后还是炼太郎把自己穿过的运动服拿给了雨香里，上面还沾染他的汗味，让雨香里欲罢不能。接着是让小姨们的像兔子一样的药，喝下去以后，小青竟然真的长出了兔子耳朵，把炼太郎萌得心肝颤，忍不住上手摸，这一摸直接帮两人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。而直奶这个效率恐怖拿到的，则是能操纵头发的药水。喝下去后，那么头发当手臂时，直接把炼太郎拽过来和自己接吻。副作用就是用一次秃一点，直到变成光头。炼太郎倒是不介意直奶变成光头，真的很喜欢直奶这头美丽的长发。如果变成光头就太可惜了。泪眼脑直奶立刻决定不用这个药了。等药效全部结束后，6个人围在一起准备喝南丽准备的下午茶。结果南丽又突然尿急，本来想直接用尿袋解决的，被炼太郎勒进去厕所。南丽只要提醒他2杯茶是不一样的，一杯是女生喝的，一杯是给炼太郎准备的，说完就赶紧跑厕所了。大家以为大瓶那个是给女生的，毕竟女生人多，殊不知南丽看来粗壮的是给男生用的，可爱的才是给女生用的。发现他们倒错茶之后立刻阻止，但另外几人一起把茶喝下去了。那茶里面加入了想和喜欢的人亲亲到受不了的药。炼太郎大喊真的没有那种药，我也想和学姐亲亲呢。然而两人来不及亲亲，喝了茶的4个人就已经开始发狂了，宛如七星种一般的奔向炼太郎。他们现在被想要亲亲的欲望支配着身体，俨然变成了接吻僵尸，一旦被抓住就会永远被逼着和他们接吻。炼太郎一想到这个画面，这不是天堂吗？不过如果不及时喝下解药的话，他们永远都会是这样，大概1个小时药效就会扩散全身，就再无力回天了。炼太郎和南丽将如何解决这场危机？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